这样的这个巨黄的这个杜牧的话呢，就是跟这个以前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个就是在历史上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杜牧呢不仅是它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深色的话呢，就是也有绿杜牧，也有这个金黄杜牧的。但像那个拉萨的一些这个大昭寺啊，就是这里面呢也是有很多出名的这种杜牧的话呢，身上全部就是附的是这个黄金啊，就这样的。然后在汉地的话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杜牧呢，就是在唐代的时候啊，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有价值的这个杜牧就是比如说那个在唐代的时候刚开始这个国王中正干部呢，就是他当时这个派这个有一个大臣叫做是这个噶尔东尊，噶尔东尊呢就是带着这个6公斤的黄金所造的就是这个杜牧像啊，就是在藏地来讲是非常出名的，相当有价值的，很历年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杜牧尊呢，就是带着就是然后呢就是前往汉地，就是当时那个这个首都呢就是在这个长安，就是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西安。然后当时呢就是跟这个唐太宗呢就是跟这个藏王之间就是交情那么就是迎亲呢就是文成公主，后来呢就是并且就是要求就是能不能就是当时那个在皇宫里面最珍贵的最有价值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12岁像的，就是现在拉萨的这个九偶佛像。那么后来呢就是为了就是当时的就是特殊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要实现就是种种目标的话呢，那么就是当时唐太宗呢也这个答应了就是当时世尊的这个像呢，就是让这个文成公主可以带上去。但他带上去的时候呢，他当时心里面觉得这个全部带来的话呢，他这国王心里也是有点这个空就觉得是最好他的这个地座就是这个莲花座呢，就是舍不得就是给，就是然后佛像呢，就是已经这个带到这个藏地去了。那么藏地的话呢，就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一直供奉着，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每天都是朝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那么后来呢，就是当时那个藏王给的那个杜牧像就是这个杜牧像呢，就是当时在就是唐代的这个开元寺，就是刚开始好像没有开元供在开元寺，当时那个皇帝呢，有一次来到这个就是寺院里面，就是看那个世尊的这个像呢已经带走了，就是那个莲花座呢就是空空的。他当时正在这个心里面呢，就是想我就是我在这个地座上面呢，就是放什么样的这个像就是好呢？就国王正在4年的时候呢，这个杜牧呢就是亲自说话就是亲自说话，说是这个就是皇上就是说这你不用担心，就是用这个其他的这个佛尊就是放在这上面。那么我呢可以就是替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度化众生，就是我可以就是坐在这个上面。后来呢就是皇帝也是特殊这个开许呢，就是让这个杜牧呢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就放在这上面，一直呢就是在这个供奉着，一直供奉着。到后来应该是公元这个1703年的时候呢，当时康熙皇帝也是这个就是巡礼的。到这个西安，在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也是为了就是当时这个藏地和还要有一些这个大臣的这个目标吧，就是也是愿望吧，就是然后在那里呢，就是专门这个修了一个叫什么，就是光仁寺就是应该这个1703年，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修建了这个光仁寺，然后呢，就是原来的那个开元寺的，就是这尊杜牧，就是还有2尊吧，就是一个叫做是这个聚光天目，就是还有呢还有也全是木质做的，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是木吉天目，就是那么这3尊呢，就是全部供奉在光仁寺就是光仁寺。那么一直呢，就是说是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唐代的这个最珍贵的这个文物吧就是也就是说汉地呢就是唯一的这个杜牧道场，就是它是供奉在这个大雄宝殿里面。我们知道一般汉传佛教的话呢，大雄宝殿里面呢就是主要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但是这里呢就是从这个唐代的这个各特殊的这种历史原因吧就是杜牧呢就是这3尊就是供奉在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光心寺就是光心寺，然后后来应该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藏传佛教的，就是历代的，就是比如说班禅达赖就是达赖喇嘛好多的这个大德们的话呢，在这里
就是经常这个去这个弘扬佛法啊，就弘扬，包括就是52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班禅大师和这个达赖喇嘛的话呢，就是去北京的这个路上呢，就是在那里也是住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好像以前的有些书里面呢，就是说是在这里待过，就是当时那个藏传佛教里面比较出名的这个谢勒江措给西也是在那里就是待过，就是当时也为这个汉地的四宗弟子也是传授过佛法，也就是说是他是已经成为就是应该历史上是最这个有影响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度母道场，就是所以我在想，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也并不是没有这个度母，就是只不过呢，就是没有这个像这个藏地一样就是特别的，就是就每家每户啊，或者说是就是各个这个寺院里面的话呢，就是都这个特别多的这种度母像呢，应该是就是没有的。但实际上呢，我们以后就是道友们呢，就是如果去了一些这个山西那么就是西安那个时候的话呢，我想是也应该值得就是去这个拜见供养就是我以前看到一些照片上面，我亲自都是没有去过，就是但是看到的这个照片的话呢，就是前面的供品都是不是特别多的，就是所以说这个有必要呢，就是自己这个到哪里去？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供灯的那个灯旗就是有一些灯旗，但是灯旗里面就是有没有这个灯呢？不知道，应该会有吧？就是应该会有的，应该是这个以后有机缘的时候，像那个拉萨的那个九五佛像的话呢，就是那么多的人这个朝拜，就是可惜的呢，这个度母呢，就是本来是跟他同岁，就是可以说是当时在这个同样的在皇宫里面就是出来的，但是呢，在汉地就是因为可能是也种种的这个历史原因还有一些这个整个这个人们就是信不信仰佛教的有一些差别，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现在确实是汉地的很多的那种这个，包括对这个佛教和儒教，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宗教的一些信仰，就是越来越退失。那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导致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不负责任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行为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展现出来了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就是各个工厂里面所造的一些这个食品也好，还有这个一些各种这个加码为品也好，然后每个人呢，就是他自己对不孝养这个不敬仰父母的，就是这些各方面的特别残忍的一些行为各方面呢，就是确实是人已经没有这个信仰，就是这个这种这个人类的话呢，就是确实是最后就是带入一个特别疯狂或者是群俗的这种这个群体当中去就是特别可怕的。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南京的这种这个护国舍利包括西安和那个北京的一些佛牙舍利就是这些舍利的话呢，就是到外面去比如说像那个泰国或者说是像澳门像香港台湾就是各个国家去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时候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到他们那里的话多少人就是去这个供奉就是一天都是有多少万人，就是所以说我有时候看到呢，就是确实是我们这个人心的这种这个信仰就是人的这种这个信仰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就在唐代的时候呢，的确是就是上至这个皇上，就是下至一般这个百姓就是所有这个就是全国上下的人呢，就是对这个信仰佛教，就是而且信仰佛教的这个程度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非常的这个不错的，就是不过这个将近100年就是将近可能不是100年，就是很多年了那么这个在这个时代当中，人心呢就是如此的这个变化。